在中华文明的漫长星河中，汉武帝刘彻恰似一颗兼具锋芒与争议的星辰，既以耀眼光芒照亮了一个时代，也因明暗交织的轨迹，成为后世反复探寻的历史坐标。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汉朝历经高祖开国定基、文景两朝休养生息后，国力从稳步积累迈向全面爆发的关键拐点。彼时的中原大地早已走出秦末战乱的疮痍，太仓里的粟米堆积如山，腐坏至无法食用，街巷间的牛马成群结队，甚至出现了众数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成自聘者宾而不得聚会的盛况。但繁荣表象下，隐忧仍存，北方匈奴的铁骑常年南下，越过长城劫掠边郡，成为汉朝最棘手的边患。地方诸侯虽经七国之乱打击，仍保有部分封地与势力，对中央集权构成潜在威胁。思想领域里，黄老无为思想虽曾助力文景治世，却已难以适配帝国扩张的需求，各学派的碰撞仍在继续，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承平而待兴的时代背景下，刘彻接过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留下的基业。他摒弃了先辈守成的稳健策略，以远超前人的雄心与魄力，掀起了一场贯穿其54年统治的变革与开拓。对内革除旧制，强化皇权；对外扬威四方，开疆拓土，最终将大汉王朝推向了疆域辽阔、国力鼎盛的巅峰，也留下了如独尊儒术、丝绸之路等影响后世千年的深远遗产。而这位改写大汉命运的帝王，其降生自始至终便笼罩着一层天命所归的神秘色彩。故事要追溯至他出生前，当时他的父亲刘启尚未登基，仍是汉朝的皇太子，母亲王氏则是太子妃嫔中的一员。据史书记载，王氏怀刘彻时，曾梦见一轮赤红烈日缓缓坠入自己怀中，醒后便将此梦详尽告知刘启。在古人的认知里，太阳是皇权的象征，更是天下太平的祥瑞之兆。刘启听闻后，当即认定这是腹中孩子未来显贵的吉兆，自此对这个尚未出世的生命多了几分特殊的期待与关注。然而命运的齿轮从不会按既定轨迹平稳转动。就在王氏待产期间，刘彻的祖父一手缔造文景之治开端，以节俭仁厚著称的汉文帝刘恒，于公元前157年病逝。同年，刘启以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是为汉景帝。正是在这王朝权力交替、朝野尚处新旧过渡的特殊节点，刘彻在长安皇宫中降生，成为汉景帝众多皇子中的一员，也是母亲王氏唯一的儿子。彼时的他尚未显露出日后的雄才大略，在兄弟众多的皇子中并不起眼。论长幼，他排行靠后；论生母出身，王氏也非皇后。因此在旁人看来，刘彻与至高无上的皇位之间隔着遥不可及的距离。命运的转折往往藏在看似既定的安排之下。公元前153年4月，汉景帝将立基所生的长子刘荣册立为皇太子，确立了王朝储君的初步人选。与此同时，年仅4岁的刘彻则被封为胶东王。从表面看，这场分封已为汉朝未来的权力传承定下基调，却无人预料到，一场围绕储君之位的暗流正悄然在宫廷深处涌动。推动这场暗流的关键人物，便是刘彻的姑母，窦太后最疼爱的女儿馆陶公主刘嫖。作为皇室贵胄，刘嫖不仅深得窦太后信任，更凭借频繁出入宫廷的便利，在朝堂中积累了不小的影响力。为了巩固自身及家族的地位，
他将目光投向了新立的皇太子刘荣，主动向其母骊姬提议联姻，希望将自己的女儿陈氏许配给刘荣。然而骊姬素来不满馆陶公主时常向汉景帝进献美女，分薄自己的恩宠，当即断然拒绝了这门亲事。这一拒绝不仅让馆陶公主颜面尽失，更无意间撬动了皇位继承的格局，成为命运转向的关键拐点。就在馆陶公主心生怨怼之际，极具政治洞察力的王志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机遇。他主动向馆陶公主示好，不仅表达了对公主的尊重，更明确许诺，若有机会，定会让儿子刘彻迎娶陈氏。这番表态正中馆陶公主下怀，两人迅速结成牢固的政治同盟。此后，馆陶公主开始利用自己在汉景帝面前的话语权，一边频繁诋毁骊姬，细数其心胸狭隘、善妒无德的言行，一边则不遗余力地夸赞王志的贤淑温婉，以及刘彻的聪慧机敏，与众不同。而骊姬自身也因性格直率，不懂隐忍，多次在汉景帝面前出言不逊，甚至流露出对其他妃嫔及皇子的敌意，逐渐消磨了汉景帝对他的信任与好感。朝堂之上的权力天平就这样在无形之中慢慢向王志母子倾斜，而这份倾斜的力量很快便在皇后之位的变动中迎来了彻底改写储君格局的关键节点。公元前151年，汉景帝以无子且失宠为由，废除了博皇后的后位，皇后之位的空悬，让本就激烈的储君之争更趋白热化。王志深知此时正是乘胜追击的良机，他暗中授意负责外交礼仪与诸侯朝聘的大行令向汉景帝上奏，以母凭子贵为由，请求册立皇太子刘荣的生母骊姬为皇后。这一提议看似顺应礼法，实则精准戳中了汉景帝的隐忧。他早已察觉骊姬心胸狭隘，缺乏容人之量，若真让她成为皇后，恐会重蹈汉初吕后专权、残害宗室的覆辙。汉景帝见状勃然大怒，认定大行令是受骊姬指使前来逼宫，当即下令将大行令处死，并彻底疏远骊姬母子的处境自此一落千丈。骊姬的彻底失宠，如同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一场彻底清洗旧有储君格局的政治风暴已然无可避免。公元前150年正月，汉景帝正式下诏废除刘荣的皇太子之位，将其贬为临江王，彻底终结了他的储君之路。同年4月17日，凭借着过人的政治手腕与馆陶公主的鼎力支持，王志如愿被册封为汉朝皇后，成为后宫之主。仅仅8天后，年仅7岁的刘彻便以嫡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正式登上储君之位。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清晰地标示出这场宫廷斗争的终极赢家。未来的汉武大帝于此刻正式登上权力起跑线。登上储君之位后，汉景帝深知培养未来君主的重要性，为刘彻精心挑选了2位德才兼备的大臣担任老师，为其铺设成长之路，任命魏婉为太子太傅，王臧为太子少傅。魏婉是汉初声名远播的重臣，不仅为人忠厚正直，行事严谨，更曾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功绩，深受汉景帝的信任与器重。王臧则是鲁师学大儒申公的弟子，对儒家经典有着精深的研究，擅长以典籍中的治国智慧启迪教化。在2位老师的悉心教导下，刘彻开始系统研习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深入探究历代治国方略与历史兴衰的规律。这段系统的学习经历，不仅为他积淀了深厚的学识，更在他心中埋下了尊崇儒学的种子，
为日后推行独尊儒术的国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刘彻的成长不仅得益于魏婉、王臧等儒师，其父汉景帝的直接影响更为关键。景帝本人虽崇尚黄老，但在维护皇权、打击诸侯时手段凌厉，这种果决的政治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刘彻。此外，彻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着通达、聪慧、贯穿始终的期望，景帝以此命名，或许已预见其非同寻常。时光悄然流转，当年在楚魏之争中崭露头角的孩童，不知不觉已长成意气风发的少年。公元前141年正月17日，年满16岁的刘彻依循汉朝礼制，在长安皇宫举行了象征成年的冠礼。这一仪式不仅标志着他正式成年，更意味着他已具备亲政理事的资格，距离执掌帝国权柄仅一步之遥。然而，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冠礼结束仅10天后，汉景帝刘启便在未央宫驾崩，刘彻尚未完全做好准备，便仓促接过了父皇留下的江山，成为西汉王朝的第7位皇帝。此时的刘彻虽胸怀革新朝政、扬威四方的大志，却不得不面对极为复杂的政治困局。朝堂之上，以祖母太皇太后窦漪房、母亲皇太后王治为代表的外戚势力早已根基深厚，其中窦太后更是历经3朝的政治老手，不仅手握部分朝政决策权，更因笃信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对刘彻倾向的儒家学说极为排斥，成为他推行新政的最大阻力。窦太后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深宫，她凭借其身份与政治智慧，在朝中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权力网络。不仅丞相魏婉等重臣是其理念的拥护者，许多刘姓宗室、列侯外戚也因在七国之乱中站在中央一边而成为其利益共同体。他们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任何试图改变无为而治国策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现有权力格局和稳定秩序的挑战。在地方层面，尽管七国之乱已平定多年，但残存的诸侯王国仍保有一定的土地与人口，部分诸侯对中央的号令仍有抵触，对中央集权的巩固构成潜在威胁。而北方的匈奴始终是悬在汉朝头顶的利剑，他们凭借强大的骑兵优势，常年南下越过长城，侵扰边境郡县，掠夺百姓财物与人口，成为汉朝历代统治者难以根除的心腹大患。面对内有掣肘、外有边患的局面，年轻的刘彻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在窦太后的制衡与朝堂规则的约束下，谨慎地开启了自己的执政生涯。但胸怀革新之志的刘彻并未停下推行自身政治理念的脚步。即位之初，他便将调整朝堂人事布局作为突破口，试图为日后的政策变革铺垫基础。公元前140年6月，刘彻首先罢免了奉行黄老无为思想、行事保守的丞相魏婉与御史大夫直不疑。这2位大臣虽曾是汉景帝时期的重臣，却与刘彻倾向的积极治国理念相悖，罢免他们相当于为朝堂注入新活力，扫清了障碍。随后，刘彻任命2位外戚分别执掌要害职位，提拔窦太后的侄子魏齐侯窦婴为丞相，任命母亲王治的弟弟武安侯田汾为太尉。出人意料的是，窦婴与田汾虽出身外戚，却摒弃了窦太后推崇的黄老学说，反而对儒家思想抱有浓厚兴趣，其理念与刘彻不谋而合。与此同时，刘彻又进一步吸纳儒者进入核心决策层，任命申公的弟子赵绾为御史大夫，此前曾担任太子少傅的儒臣王臧为郎中令。至此，一套以儒家学者为核心，
兼具外戚支持的执政班子正式成型。从这一人事安排中，不难看出刘彻基于推行崇儒政策的迫切决心。班子搭建完成后，刘彻随即推出一系列举措落实崇儒理念。他下令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员广泛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打破传统选官局限，为朝堂招揽天下通晓儒术的贤才，更以极高的礼遇征召当时的儒学泰斗、鲁师学宗师申公入朝，特意安排高规格迎接，足见其对儒学人才的重视。然而，理想与现实很快出现微妙落差。申公抵达长安后，面对刘彻围绕儒家礼制提出的诸多热情询问，并未迎合其对文士的追求，反而冷静地提出治国重在力行，而非多言的核心观点。这一务实主张，与当时年轻的刘彻更倾向于通过礼仪形式彰显变革的想法存在差距。因此，即便刘彻仍任命申公为太中大夫，却未能对其委以核心执政重任。即便如此，刘彻推行儒家礼制改革的决心并未动摇。他命申公师徒与朝中儒臣共同商议具体举措，计划修建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朝会诸侯的重要场所，修订征朔，重新制定历法，象征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更改服色，依据儒家五行学说调整官方服饰颜色，体现顺天应人，甚至筹备巡狩封禅、帝王前往泰山祭祀天地、宣告天下太平的大典等国家层面的重大礼制活动。刘彻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将儒家思想从学术领域延伸至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步确立其正统地位。这既是对自身早年所学的践行，更是为大汉王朝构建全新统治秩序的关键尝试。然而，刘彻这场以崇儒为核心的改革，很快便撞上了窦太后这道坚硬的壁垒，遭遇了来自权力顶层的强烈反对。作为历经三朝的政治长者，窦太后一生笃信黄老之学，在她看来，汉朝自开国以来，正是凭借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才得以休养生息，积累国力，最终成就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而儒家主张的有为变革，看似积极，实则会打破现有的稳定秩序，动摇国家根基。这种深刻的理念分歧，注定了双方的冲突难以调和。矛盾的总爆发发生在公元前139年10月，时任御史大夫的赵绾，深知窦太后对朝政的掌控是刘彻推行改革的最大阻碍。为了帮助刘彻挣脱掣肘，他直接向刘彻上奏，请求今后国家政务不再向太皇太后窦漪房汇报。这一请求无疑是对窦太后权力的直接挑战，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窦太后怒斥赵绾是第二个辛元平。辛元平是汉文帝时期因伪造祥瑞、欺君罔上而被处死的方士，用这一罪名指责赵绾，足见其愤怒之深。随后，窦太后凭借自己积累数十年的政治势力与影响力，迅速搜集到赵绾和王臧二人在任期间利用职权非法牟利的证据，并以此向刘彻施压，逼迫他对二人治罪。面对祖母的强硬姿态与朝野上下的压力，羽翼未丰的刘彻无力反抗，只能下令将赵绾、王臧逮捕下狱。最终，这两位积极推动儒学改革的大臣在狱中选择了自杀，而与他们立场一致的丞相窦婴、太尉田汾也因受到牵连被罢免官职，朝堂重臣的位置随即被开国功臣后裔许昌、庄清宅取代。这两人均奉行保守政策，与窦太后的理念更为契合。随着核心官员的更迭，刘彻此前全力推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也全部被废止。
这场承载着刘彻早年政治抱负的重儒改革，最终以全面失败告终，而年轻的刘彻也在这场权力博弈中深刻体会到了皇权背后隐藏的复杂与沉重。改革的挫败像一盆冷水，让年轻的刘彻清醒地意识到，只要窦太后的权力阴影仍笼罩朝堂，他的政治抱负便如同被缚住翅膀的鹰隼，难以真正舒展。然而，正当他在祖母的制衡下倍感压抑时，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又悄然浮现，此人便是他的姑母馆陶长公主刘嫖。刘嫖始终认定，当年若不是自己全力在汉景帝面前屡屡夸赞刘彻，他根本无法从众多皇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太子。这份拥立之功成了他恃宠而骄的资本。他不仅频繁向刘彻提出各种赏赐、任官的请求，更时常越过朝堂规矩干涉政务，那份理所当然的姿态，让本就因改革受挫而烦闷的刘彻愈发感到厌烦。此外，刘彻早年为巩固储君之位，曾按照约定迎娶刘嫖的女儿陈氏为皇后。陈氏最初靠着母亲的颜面，确实得到过刘彻的专宠，可他性格骄纵蛮横，又善妒成性，见不得刘彻亲近其他妃嫔。更关键的是，两人成婚多年，陈氏始终未能诞下子嗣。在重视皇嗣传承的皇室中，这无疑成了刘彻对他感情逐渐冷却的重要原因。一边是朝堂上祖母的权力压制，一边是宫廷里姑母的过度索取与皇后的失和，内外交困的局面让刘彻陷入了执政以来的低谷。就在这时，他的母亲王太后及时站出来，以过来人的政治智慧提醒他：你刚登基不久，朝中大臣还未完全归附，之前推行明堂改革已经触怒了太皇太后，如今若是再与大长公主闹僵，等于同时得罪后宫最有分量的两位长辈，到时候处境只会更难。你务必收敛锋芒，谨慎行事，切不可凭意气用事。母亲的告诫点醒了沉浸在挫败感中的刘彻，他深知此时自己羽翼未丰，根本没有与两大势力抗衡的资本，只能暂时收起心中的不满与报复，选择妥协。此后，他不再明着抵触刘嫖的请求，对陈皇后也维持着表面的尊重，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直接冲突。这份隐忍的背后，是年轻帝王对权力格局的清醒判断，也是他为日后掌控全局所做的必要蛰伏。这段被迫收敛锋芒的韬光养晦期，刘彻选择了一种外松内紧的姿态。表面上，他常以微服出行的方式游走于长安郊外，将大量时间投入狩猎活动，营造出一副沉迷游乐、无心政事的模样，以此降低窦太后与朝堂保守派的戒心。但暗地里，他从未停下为亲政铺路的脚步，反而借着这难得的空闲，悄悄积蓄着改变局面的力量。微服出行的经历让他得以跳出皇宫的桎梏，亲身接触社会底层。他见过田间劳作的农夫如何承受赋税与徭役的压力，也听过边境流民因匈奴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哭诉。这些真实的民间疾苦，不仅让他对帝国的治理痛点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更坚定了他日后革新弊政、安定四方的决心。与此同时，他始终密切关注着朝堂动向，通过日常朝会与私下观察，默默分辨各位大臣的品行优劣与能力高低，为未来重构执政班子埋下伏笔。更关键的是，即便身处权力制衡之中，刘彻也从未放弃心中的对外开拓蓝图，而是借着一些小规模的对外事务，悄悄进行实践与铺垫。公元前138年，他召见郎官张骞，赋予其一项使命：出使西域，寻找被匈奴击败后西迁的大月支部落，
试图与这个匈奴的世仇结成军事同盟，从东西两面夹击匈奴，为彻底解决北方边患寻找突破口。公元前135年，南方闽越部落发动叛乱，侵扰邻近的东欧与南越。刘彻抓住这一契机，任命严柱为使者，调集会稽郡兵力南下征讨，仅用极小的代价便平定叛乱，稳定了南方边疆。这2次举措看似分散，实则暗藏深意。张骞出使西域，为汉朝打开了通往西域的视野，埋下了日后丝绸之路的种子。严柱平定闽越，则展现了刘彻处理边疆事务的决断力，也让朝堂看到了他在军事部署上的潜力。这些行动不仅悄悄为刘彻积累了政治声望，更让他在实践中熟悉了军事调度与外交博弈的逻辑，为日后亲政后大规模对外征伐、开拓疆域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多年的隐忍与铺垫，如同一张缓缓拉满的强弓，积蓄着足以改变时代走向的力量。此刻只待一个释放的契机。这个契机随着公元前135年5月的到来轰然降临。太皇太后窦漪房的离世，彻底打破了朝堂的权力制衡。这座压在刘彻头上多年的权力枷锁终于消散，他自此得以挣脱束缚，完全掌控朝政大权，真正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统治时代。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刘彻便将目光投向了朝堂人事整顿，着手清除窦太后时期留下的保守势力。他以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清宅办理窦太后丧事礼仪不周、处置不力为由，下诏将2人罢免，彻底扫清了朝堂中的旧派障碍。随后，他重新搭建核心执政班子，启用自己的舅舅田汾为丞相，任命熟悉政务、兼具谋略的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此时的刘彻，因田汾曾在他储君时期与窦太后一系周旋，且有外戚亲缘加持，对其极为信任，几乎对他的提议言听计从。然而，这份过度的信任很快滋生了隐患。随着权势日盛，田汾逐渐变得专横跋扈，甚至出现了权宜主上的苗头。他在朝堂上推荐官员时，往往越过常规程序，有的亲信从平民身份直接被提拔至2000担的高位，相当于地方郡守、中央九卿级别。任免官员的权力几乎被他垄断，严重威胁到了刘彻的皇权权威。刘彻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危险倾向，并未纵容，而是选择用一次直接的敲打遏制住田汾的气焰。一次朝议中，当田汾又举荐多名亲信请求任命时，刘彻直视着他，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你推荐的官员已经够多了，朕自己也想任命一些官员。”这句话看似平淡，却明确传递出皇权不可侵犯的信号。田汾瞬间意识到自己的越界，也感受到了刘彻亲政后的帝王威严，自此收敛了专横气焰，不敢再过度揽权。朝堂的权力重心重新回到刘彻手中。在敲打田汾、收回相权的同时，刘彻也没放松对窦氏外戚势力的清理。毕竟窦氏家族曾依托窦太后掌控朝政多年，残余影响力仍需彻底消解。他对窦婴等窦氏核心成员的态度日益疏远，不再委以重任。朝堂上窦氏一系的话语权逐渐被边缘化。但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压制，并未彻底根除窦氏的根基。窦婴虽失势，仍与灌夫等旧部保持密切往来，暗中维系着自身的势力网络，而这份潜藏的连结，最终在一场看似偶然的宴会上，引爆了彻底清算窦氏的导火索。矛盾的总爆发，源于公元前131年的灌夫骂作事件。当时丞相田汾设宴待客，
窦婴的好友灌夫因见窦婴在宴会上被众人轻视，心中不平，接着酒意辱骂田汾，场面一度混乱。这起看似偶然的冲突，恰好成为刘彻彻底解决窦氏势力的契机。田汾借机向刘彻控诉灌夫大不敬，并牵连窦婴纵容好友。刘彻顺势将窦婴下狱治罪，随后又查到窦婴曾拿出一份先帝遗诏为自己辩解，却无法证明遗诏的真实性，最终以伪造先帝遗诏的重罪下令处死窦婴。窦婴死后，田汾也因这场权力斗争的余波备受冲击，他时常因忌惮窦婴的冤魂而精神恍惚，不久便病逝。窦婴与田汾的相继离世，如同斩断了汉初以来窦氏、王氏两大外戚家族的权力根基，长期左右朝堂的外戚势力走向衰落。刘彻自此彻底摆脱了外戚对朝政的牵制，成为帝国真正意义上的绝对掌控者。扫清权力障碍后，刘彻开始重构朝堂用人体系，彻底打破了汉初以来功臣后裔、贵族子弟垄断高位的传统。他不再依赖外戚或世家大族，而是大胆启用出身低微却有真才实学的官员，比如主符衍，早年家境贫寒，曾游历多国，却始终不得志。刘彻发现其才华后，破格提拔，让他参与制定推恩令等关键政策。又如公孙弘，早年曾做过御吏、牧诸人，时年60岁才被举荐入朝。刘彻看重他的儒学修养与务实能力，一路提拔至高位。还有张汤，出身小吏家庭，凭借精通律法、办事干练，逐渐成为刘彻倚重的重臣。这些寒门能臣凭借过人的才能，逐渐构成了刘彻推行新政的核心力量。其中，公孙弘的提拔尤为具有突破性。刘彻不仅任命他为丞相，还破例封他为平津侯。这一举措打破了汉初以来非列侯不能为丞相的惯例，开创了先拜相再封侯的新模式，彻底改写了丞相的任用规则。与此同时，刘彻还刻意提升御史大夫的职权，让担任这一职位的张汤深度参与朝政决策，分管律法、监察等核心事务，逐渐取代了丞相的部分权力。通过这一系列人事调整，刘彻既巩固了对官员的掌控，又大大削弱了相权对皇权的牵制，将君主专制推向了新的高度。在朝堂权力格局逐步稳固的同时，刘彻的后宫也迎来了重大变动，情感与权力的交织间接影响了后续朝局的走向。此前，他对骄横善妒且无子的陈皇后早已心生疏离，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姐姐平阳公主府中遇见了歌女卫子夫。这位出身低微的女子，虽无显赫家世，却有着温顺谦和的性格与聪慧通透的心智，很快便凭借独特的魅力赢得了刘彻的专宠。陈皇后见卫子夫日益受宠，嫉妒之心愈发强烈，不仅屡次设计刁难，陷害卫子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采用当时被视为重罪的巫蛊之术，暗中诅咒卫子夫，企图借此夺回刘彻的宠爱。然而这终究包不住火。公元前130年，陈皇后的巫蛊行为被揭发，刘彻得知后震怒不已，认为此举不仅违背后宫伦理，更触及了皇权尊严，当即下诏废除陈皇后的后位，将其迁居长门宫。此后，失去权势与恩宠的陈皇后便在孤寂冷清中度过了余生。陈皇后被废后，后宫格局重新洗牌，后位虚悬的空缺，朝野对皇嗣的期盼，如同两股无形的力量，将备受宠爱的卫子夫推向了更核心的位置。他的每一步进阶，也悄然为卫氏家族铺就了通往政治舞台的阶梯。公元前128年，
已近30岁的刘彻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儿子刘据。这个迟来的皇子不仅填补了皇室无子的空白，更彻底打消了刘彻对血脉传承的担忧。他欣喜若狂，当即在同年册立卫子夫为皇后，正式确立其后宫之主的地位。6年后，即公元前122年，在刘据成为皇后之子，符合长幼次序之后，刘彻正式册立刘据为皇太子，为汉朝的皇位传承定下了明确方向。随着卫子夫成为皇后，卫氏家族也顺势崛起，而这一次的外戚崛起却与窦氏、王氏有着本质不同。刘彻主动将卫氏家族的人才纳入朝堂体系，尤其重用卫子夫的弟弟卫青与外甥霍去病。卫青早年只是平阳公主府中的骑奴，却在骑射与军事谋略上展现出惊人天赋。刘彻发现其才能后，不拘一格予以提拔，让他从羽林卫士逐步成长为统领大军的名将。霍去病更是少年英才，17岁便追随卫青出征匈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屡立奇功，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军事胆识。为了让二人更好地发挥军事才能，刘彻任命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让他们分别统领汉军主力，承担起征伐匈奴、开疆拓土的核心重任。后来还专门设立大司马之职，由卫青与霍去病共同担任，既彰显对二人军功的认可，也赋予他们更高的军事权威。更难得的是，卫青与霍去病深知刘彻对窦婴、田汾等外戚专权的警惕与不满，因此在朝中始终保持低调谦逊的态度，行事和柔恭谨，不结党营私，也绝不干预朝政决策，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军事事务上。这种执掌军不摄政的姿态，既避免了触犯皇权红线，也让刘彻对他们愈发信任。卫氏家族的崛起，不仅为刘彻提供了足以支撑对外征伐的优秀军事人才，更成为他巩固皇权、推行扩张政策的重要助力，形成了外戚辅政却不专权的特殊政治格局。在逐步厘清外戚干政与后宫纷扰，牢牢掌控朝堂核心权力后，刘彻将目光投向了帝国统治的另一大隐患——地方诸侯势力。自汉朝建立以来，地方诸侯王国便如同悬在中央集权头顶的利剑。尽管汉景帝时期通过平定七国之乱，沉重打击了诸侯的割据野心，大幅削弱了其军事实力，但这些诸侯王国仍保有一定规模的土地、人口与财政自主权，仍对中央政令的推行构成潜在威胁，彻底解决诸侯问题，成为刘彻巩固皇权必须跨越的一道关卡。为了以最小的代价瓦解诸侯势力，刘彻选择了柔化切割的策略。公元前127年，他采纳主符衍提出的推恩令建议，将这一构想转化为具体国策。根据推恩令的规定，诸侯王除了可将王位与核心封地传给嫡长子外，还需将其余封地推恩分封给其他子弟。这些新分封的领地将被册封为侯国，由皇帝亲自赐予列侯封号，且侯国不再隶属于原诸侯王管辖，而是直接划归所在郡统辖。更关键的是，受封的列侯仅享有收取封地租税的经济权利，无权干预地方行政、军事事务。这一政策表面上是施恩于诸侯子弟，让更多宗室成员获得爵位与封地，实则巧妙地将原本连成一片的诸侯封地分割成多个互不同属的小侯国。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推恩分封，诸侯势力不断被稀释，最终形成大国不过10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的局面，再也无力与中央抗衡。然而，
仍有少数诸侯不愿接受权力的削弱，试图以极端方式反抗中央。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暗中勾结，秘密囤积兵器，联络党羽，企图发动武装叛乱，推翻刘彻的统治。刘彻在察觉其谋反迹象后，迅速调派军队镇压，这场尚未正式爆发的叛乱很快便被平定。刘安、刘赐二人畏罪自杀，其家族成员与参与谋反的党羽也尽数被处死。刘彻并未止步于平定叛乱，而是借机进一步收紧对诸侯的管控，颁布了左官律与赋役法两项重要法令。左官律明确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职的官员，其官阶地位低于中央同级官员，且终身不得再入朝担任官职，以此切断诸侯吸引人才的渠道。赋役法则严格禁止朝中大臣与诸侯王私下交往，严禁为诸侯王谋取额外利益或传递中央机密，彻底斩断了诸侯王与中央朝堂的联系。从推恩令的柔性拆解，到平定淮南衡山叛乱的强硬震慑，再到左官律和赋役法的制度约束，刘彻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举措，彻底瓦解了地方诸侯的势力根基。此后，诸侯王国名存实亡，诸侯王沦为仅享有爵位与经济待遇的虚制贵族，再也无法对中央集权构成实质性威胁。汉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辖与控制达到了自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后续推行全国性政策、集中力量应对边疆问题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在通过推恩令与律法约束基本瓦解诸侯势力后，刘彻并未停下巩固中央集权的脚步，而是在公元前112年借周金这一礼仪制度，对地方诸侯与功臣后裔势力展开了进一步肃清。按照汉朝既定礼制，每年8月宗庙祭祀之时，诸侯王与列侯需向皇帝进献周金。这种用优质酒曲酿造祭祀酒食搭配的贡金，不仅是宗室与贵族对朝廷的礼仪性供奉，更象征着对中央皇权的臣服。这一年，刘彻却以诸侯王与列侯所献周金成色不足，分量短缺为由，认定其失礼不敬，下令褫夺了106名列侯的爵位。这些被夺爵的列侯中，多数是汉初开国功臣的后裔，他们虽凭借祖上功绩世代享有爵位与封地，在地方上积累了一定影响力，却逐渐滋生出懈怠之心，对中央推行的政策消极应付，有的甚至暗中串联，对皇权权威构成隐性挑战。周金夺爵看似是一场因礼仪瑕疵引发的惩戒，实则是刘彻借制度之名，对地方潜在对抗势力的精准打击。他不仅彻底瓦解了功臣后裔群体的地方影响力，更向天下传递了中央权威不容丝毫冒犯的强烈信号，让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力度得到进一步强化。也是从公元前112年开始，刘彻大幅增加了巡行郡国的频率，将对地方的掌控从制度约束延伸到实地治理。他的巡行足迹极为广阔，北至长城塞外，检阅边防军备，南抵湘水衡山，安抚南方部族，东达渤海之滨，考察沿海民生，西于陇山山脉，巡查西域通道，几乎覆盖了汉朝疆域的主要区域。每次巡行期间，刘彻都有着明确的目标，一方面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严惩贪腐懈怠者，整顿吏治风气；另一方面深入民间体察民情，鼓励农桑生产，解决百姓实际困境。同时还会就地统筹军事部署，加固边疆防御，确保地方安定。这些巡行不仅打破了中央与地方的信息壁垒，强化了二者的联系，
更让刘彻得以直接掌握各地的实际情况，为后续制定更贴合国情的政策提供了详实依据，也让皇权的影响力真正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在通过一系列举措巩固中央集权，厘清地方与中央的权力边界后，刘彻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向对外开拓，而这一切的底气源于汉朝历经3代积累的雄厚国力。充盈的财富与物资储备为刘彻摒弃汉初的保守策略，推行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个高度集权、内部整肃、财力充盈的战争机器已然打造完毕。至此，汉武帝刘彻以其深沉的耐心与凌厉的手腕，基本完成了对帝国内部权力结构的重塑。从深宫中不起眼的皇子，到深陷祖母权术压制下的年轻君主，再到乾纲独断的帝国主宰，他走完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集权之路。此时的汉朝，外戚与诸侯的威胁已被基本肃清，一个空前巩固的中央集权体系巍然成型。回顾刘彻统治的前半生，其形象已清晰可辨。他是一位兼具远见卓识与务实手段的复杂君主。在权力斗争中，他展现出惊人的耐心与果决，从早期在窦太后压制下的隐忍蛰伏，到亲政后对田汾的敲打，对窦婴的清算，步步为营，最终将权柄牢牢收归己手。在制度构建上，他敢于打破陈规，以推恩令巧妙瓦解诸侯，以骤金夺爵震慑功臣后裔，开创了不依倾向的用人格局，极大地强化了皇权。然而，在他身上也清晰可见其性格的另一面，雄心勃勃以至于急切，在即位之初便急于推行儒术，险些招致政治灾难，对绝对权力的追求不容任何掣肘，为此可以毫不留情地清除曾经的助力者。尤为关键的是，刘彻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内政与外拓双线并进的鲜明特点。他并非在解决所有内部问题后才将目光投向外部，恰恰相反，正如他一登基便派遣张骞凿空西域，果断出兵平定东南闽越之乱所昭示的那样，他那王者无外的大一统抱负与解决匈奴边患的终极目标，是贯穿其整个统治生涯的持续性动力。他前期的内政整顿，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统治根基，另一方面也正是为了汇聚帝国之力，为实现其宏大的对外战略奠定基础。因此，当我们即将把目光转向他统治生涯中那些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征伐篇章时，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并非一个在时间上截然分开的新阶段，而是一条早已涌动的暗流，此刻将化为澎湃的洪涛。未央宫中的集权与朝堂上的博弈，与长城外的烽烟和西域路上的风沙，始终是同一盘大棋上交织的络子。对南越的安抚，对匈奴的谋划，对西域的探索，早已在此前10余年间穿插进行。此刻，不过是这位已牢牢掌控帝国方向的舵手，将要掀起更为波澜壮阔的浪潮。帝国的战车已然整备完毕，历史的下一幕将是刘彻以其无上的权威和整个汉朝的国力为赌注，在更广阔的天地间书写下一连串改变东亚格局的征伐史诗。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